在土耳其开银行账户其实没那么复杂，核心就3样：有效护照、一个土耳其税号，加一份地址证明。多数情况下，本人到网点，约1到2个工作日就能拿到账户和银行卡。真正卡住人的不是条件，而是材料没备齐、税号没提前办，以及银行合规审查趋严后多出的追问。这条视频就把真实流程、所需材料和容易被拒的环节一次讲明白。我们是中土华信集团，位于伊斯坦布尔，全程讲普通话的跨境咨询机构。内容来自陪同客户实际办理的经验，数字为本文写作时情况，具体以银行和主管部门最新要求为准。先回答最常见的问题：中国人能不能开？可以。无论是否持有土耳其居留许可，中国公民原则上都能开立账户。银行把个人客户分2类，持居留许可的居民和只持护照的非居民，2类都能开。区别在于，非居民能办的账户类型、能用的网银功能和审查力度不同。近年合规要求收紧，部分银行会追问资金来源、停留目的和联系地址。这不代表开不了，而是材料要更扎实。那要准备哪些材料？最基础的有5样。第一，有效护照原件，有效期建议6个月以上。第二，土耳其税号，开户的前提。第三，地址证明，本地租房合同或水电账单最理想。第四，一张土耳其手机号，网银、验证、移动支付都靠本地号码，建议先办。第5，少量现金用于守存，金额很低，部分银行甚至没有最低存款要求。因买房、注册公司或申请居留开户的，再带上相应文件。重点说税号，它是开户绕不开的第一步，没有它任何银行都无法建档。好消息是税号免费，办理快，很多情况下当天就能拿到。办理有2条路，一是到当地税务局现场申请，带护照原件和复印件，填张表就能领；二是通过税务部门线上系统在线申请，适合还没入境、想提前准备的人。提醒一句，持有税号不等于产生纳税义务，也不意味着您自动成为土耳其税务居民。是否构成税务居民，取决于停留时间和经济利益中心，建议就个人情况咨询顾问。材料齐了，流程就不复杂，关键是顺序对。1办税号，2办本地手机号，3选银行和网点，大城市主要网点通常有英语服务，部分能安排翻译。4是本人到场，递交护照、税号、地址证明，填申请，回答资金来源和开户目的等问询。5是完成小额手存，当场或1到2个工作日内领借记卡，开通网银和手机银行。关键点，绝大多数银行要求本人到场签字，远程或纯贷办开个人账户很少被接受。无法到场的，可考虑用公证授权书由代理人办部分手续，但能否用于开户取决于具体银行，需提前确认。选哪家银行也有讲究，土耳其银行分公立和私立，公立网点多，覆盖广，办购房入籍业务经验丰富，私立的手机 App 和英文服务通常更完善，适合常用手机银行的人。具体选哪家，看用途。买房付款、公司经营、子女留学缴费，对账户功能要求不同。我们会按客户场景推荐合适的银行和网点，并提前和客户经理沟通好非居民开户的口径。账户开好后还有几件事。用于入籍购房的资金需符合资本市场和外汇管理流程，通常要求通过银行体系入境，完成兑换并出具凭证，操作前务必让顾问把路径理清。还有账户维护，长期不动可能进入休眠，卡片和网银功能受限，人不在土耳其建议保持少量活动。税务上，账户的存在和收益可能涉及跨境信息交换，也就是 CRS， 建议按个人情况专门咨询。接下来是避坑。
被拒的原因往往很具体，没税号就去银行，只带复印件没带原件，缺本地手机号无法验证，地址证明不被分行接受，对开户目的和资金来源回答含糊。有时换家分行就能解决，但更稳妥的是事先把材料和说辞准备好，保留资金来源证明，比如工资单、售房款、公司分红，很关键。大额或来源不清的资金可能触发问询，甚至临时冻结。这正是本地陪同的价值。没有任何机构能保证开户的审批结果，但充分准备能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。我们的普通话团队在伊斯坦布尔，熟悉各银行非居民开户口径，能现场协助沟通、翻译和补件。无论买房、经营还是日常使用，开户都是落地第一步。从税号、电话卡到选银行、现场陪同，我们提供全程普通话、端到端陪同，关键节点做中文书面汇报。觉得有用就关注我，少走弯路。主页还有更多土耳其攻略。